第一资本已经决定投资 DL 了，他们开出的条件你想都不敢想，就是在正奇的案子当中，我们必须要打败 CEA。你现在知道我的处境了吧？第一资本是魏哲带进来的，也就意味着在 IPO 的过程当中，我不可能成为主角了。但我也不想在 DL 的上市过程当中，沦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。Vincent 我也熟，这样啊，我重新准备一些材料，我去找他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想说的是，我跟崔英俊的事情，你赶快帮我了结了。DL 有 IPO 这件事情很可能成为别人的把柄，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我就真可能在这场大戏当中成为一个反1号，那就成笑话了。你和崔英俊的事儿，能不能尽快处理，关键在于你怎么处理好你和叶东烈的关系。我能告诉你，我特别讨厌别人把我跟叶东烈扯在一起吗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跟他没关系。到目前为止，我 Stella 是清白的。OK， 那我再约他谈一次。研发团队那边的人都很看好你。谢谢丁总，我会努力的。哎，有个事儿我问你啊，你跟 Stella 最近是不是在谈恋爱啊？别慌别慌，网上的照片我都看了，拍的还不错。其实啊，我挺看好你们俩的，真的。我老婆就比我大9岁。一句话，鞋舒不舒服，只有脚知道。反正我觉得我2只脚挺舒服的。你啊，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哎，她那个老公啊，真不是个东西。要我也跟他离了。好好干啊！这小伙不错呀。这小伙子就是前段时间被撞了外卖员的儿子。这俩相差多少岁啊？10岁。这么年轻，够补的呀。早就觉得他是白莲花，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，其实背地里不知道有多风骚。哎，楼主说话要负责任啊，造谣死全家。谁造谣？我是她老公，我们结婚那么多年，我能不知道她什么底线？以前我只是不说罢了。已经看过了吧？当然，发到这个圈子里，你已经是公关界的话题了。所以，我需要你帮我。怎么会闹到这一步啊？何律师不是一直在帮你打官司吗？是在走法律途径，可诉讼需要过程。我也没有想到崔英举会这么无耻，让我这个做了10几年公关的人，轮到给自己公关了，而且还这么的束手无策。狼狈不堪。先别着急，那你希望我做些什么呢？查清楚来龙去脉，消除影响，给舆论降温，还你清白。是，我可不想成为上海公关界的笑话。这是我的私事，我想聘请你做我个人的公关顾问，当然，相关费用会支付给你的。我可不便宜啊。喂 ，Stella，那个大学生叶东烈来了，说死活都要见你。他人现在在前台等着呢，怎么办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你现在要马上上岗了。艾米，叶东烈。叶东烈，叶先生，来找斯黛拉。斯黛拉现在真的不方便见你，她委托我跟你聊一聊，咱们得换个地方。
走吧。退化。没想到，原来我给 Stella 带来这么多麻烦。其实我来公司，我就是想跟她道个歉。酒吧的照片传遍了整个公关圈，现在人人都认识你，你就这么往我们公司门口一待，你确定你是来跟他道歉，不是来给他找麻烦的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知道我不该来，但我忍不住。你想帮斯黛拉吗？想啊。听说你是电脑高手。还行。把电脑拿出来。拿出来。打开。帮我查查。小蛋糕，谢谢。客气。开始吧。真的假的呀？我当学生都习惯了，突然我当老师，我紧张。你紧张什么呀？凡事都有第一次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老师。不是说好的互相学习吗？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大林，我是认真的。我老感觉我自己吧，看了很多书，查了很多资料和案例，就非常了解电商行业。上次面试的时候我才知道，这自己狗屁都不是。你不是面试的挺顺利的吗？面试顺利，不代表以后工作就顺利啊。所以呢，我想让你好好的帮我补补课，以免在以后实际工作中露怯。我知道你江大总裁的身价啊，帮帮忙呗。哎，先说好啊，这个补课费我估计够呛能付得起了。这样，你每给我补一次课，我就请你吃顿饭，怎么样？那我得吃点贵。那你随便吃大餐。我以 DL 传播为关键词搜索，搜出来的是这个。斯特拉保鲜小鲜肉，在7天之前，这些关键词的搜索量为0，也就是说根本没人搜这些东西。但是这几天，有人故意在大量搜索这些词，搜索量全部来自上海，发帖人的 IP 地址却来自河南。说清楚点。这些 IP 地址都是假的，有人故意想这么做，想掩盖自己的身份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有人一时泄愤，而是一个有计划、有预谋的行为。可能吧。那你能帮我查到真实的 IP 地址吗？我试试。对于这个电商行业，我还真的是认真的研究过。据我们的调查，这个行业现在其实已经接近了饱和的状态，实打实的红海。这个我还没想到啊，我还以为电商行业发展空间挺大的呢。看起来发展空间是很大，但是鱼目混杂呀，扎堆进来的网站太多了，那跟其他的行业一样，竞争这么激烈，那一定会是优胜劣汰，优势资源越来越集中，大电商并吞小电商，大鱼吃小鱼，最后才能达到这个市场的平衡。你看，我查了10个评论留言最多人的 IP 地址，以及手机登录人的设备编号，其中有4个 IP 地址都是同一个地方。黄浦区新开河北路10号外滩SOHO，有点意思。没你的事了，把咖啡喝了，赶紧回学校。魏先生，我还是想见一下 Stella。别犯轴啊！我就是想当面跟她说声对不起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是真的喜欢斯黛拉吗？
我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好，我也想对他好。那你知道斯黛拉需要什么吗？第一点是找到自己的位置，第二，确立自己的优势，第三点就是强调品牌的个性化。说的很有道理。现在消费者市场细化越来越清晰了，所以说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非常的重要。没错，比如说我们负责的那家态度商城，定位就非常明确，一家有态度的商城，怎么样？不错。我们给他们设计的理念就是，面对商品、商家以及客户，一定要做到有选择、有要求、有态度。说的真好，继续。我跟 Stella 确实有很大差距。我很穷，但是我会努力，有朝一日。别说有朝一日，有朝一日是我听过最愚蠢的空头支票。你骗20岁小姑娘还行，对 Stella 来说没有用。我没骗她，我对她是真心的。那就不要说有朝一日 ，Stella 根本不在乎你能不能成功，更不在乎你在物质上能给她多大满足，知道吗？那她在乎什么？安全感。每个女人都需要安全感，你要让她觉得跟你在一起，她是安心的，不会担惊受怕。跟你打个简单的比方吧，崔英俊现在的所作所为，极大地破坏了 Stella 的安全感。崔英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你的出现，让 Stella 的名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，让她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困境。更重要的，是让她的离婚官司变得很难打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给她带来很大的麻烦？是的，所以如果你帮不了她，至少现在不要再给她添更多的麻烦。如果你真的心疼她，听我的，这段时间不要再来找 Stella。黄浦区新开河北路10号外滩 SOHO， 民事公关不是在那儿办公吗？对，就是民事公关。崔英俊怎么会跟民事公关的人搞在一起？现在看来情况就是这样。崔英俊很不简单，非常会选公关团队，而且他知道谁是你的老对手。有点意思啊。你要清楚啊，我现在是一个人在跟一个公司打仗，这个费用是不是该给我加点了？那个 IP 地址真的是叶东烈查出来的？是的，他确实是个电脑天才，但是他和别的 IT 男不同的是，他对爱情一往情深。一往情深，我怕的就是一往情深。这孩子倔得很，我真怕他再来公司堵我。放心吧，应该不会了。热度在昨天上午达到顶峰，短短几天全网信息量达到42万条，然后就开始往下走。按以往的情况，接下来会一路走低，除非出现新的事件刺激，否则热度会越来越低，并且会在半个月之内完全丧失关注。老大，一旦热度下去，我们就被动了。那就再添把火，让热度回来。魏哲老师，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做过街头直播啊，到底行不行啊？什么事都有第一次，别害怕。你说你的那些问题，我问了，万一人家打我怎么办呀？打你你就红了，按我说的做，来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性骚扰事件，想必大家都有关注吧？我是真的很好奇，究竟有多少女同胞遭遇过同样的情况呢？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核心金融圈，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小的街头采访。这里，美女你好，怎么了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最近有关注过 CEA 性骚扰事件吗？你说的是那投行老板性骚扰女下属那件事吧？没错没错。冒昧的问一句，你有经历过同样的遭遇吗？你是？我们在做一个街头采访，毕竟同为女性，想为这件事情提高一点关注度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啊，那算了吧，算了。好的，不是，美女，看到没？被人拒绝了吧？没有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。帮你，别担心，
性骚扰是一个敏感话题，拒绝的人越多，说明这件事情越要被关注。就算所有的人都拒绝采访了，相信我，我也能剪出一个精彩绝伦的版本。你现在需要的是勇敢、耐心。美女你好，你们是在做直播吗？啊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忙，不好意思。这边，美女你好，我想问，这位美女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两位美女你们好，我，你看吧，我就说没有人会回答我这样的问题的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是在做关于性骚扰的采访吗？对啊，我遇到过这种事儿。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在公司实习，我们公司有个领导，每次到大办公室的时候，他都喜欢走到我身后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一边说话一边摸着我的头发，就这样。好恶心啊！对啊，超级恶心，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浑身不舒服。那你当时就没有做点什么吗？没有，就忍着。你就一直这么忍着呀？对啊，为了工作嘛，而且他又是我领导，我不敢得罪他，不敢告诉我父母，而且他对办公室里好几个女生都动手动脚的。你们可以去跟大老板举报他呀。那个时候刚毕业，不懂啊，而且找工作又不容易。但我现在特别后悔，这口气我一直憋到现在了。王元良，你也是有女儿的人，你可积点德吧，把你的咸猪手给我藏好了。我之前也遇到过性骚扰。那你方便讲述一下自己的经历吗？喂。可以。怎么样？我戏不错吧？上市公司工作。当然，演的也还行。我可没有表演，我说的可都是真的。我帮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要怎么感谢我啊？我今天晚上在大轩小厨订好了位置，让路易斯陪你喝个痛快。够瘾。都走了，只剩我们2个人。老大，这是什么套路啊？引导。任何的事情都需要引导。你看，现在这才几分钟啊，就已经3万多人在线观看了。我跟你打赌，半个小时以后，这个数字会上升到30万。知道要上下班的时候，我们公司电梯里的人就特别多，总有一个男的，他就故意贴近我，我越是躲，他就往我这边靠。他还是一个部门的高级经理，甚至有一次，他用胳膊肘来蹭我这里。当时我们公司团队正在酒吧喝酒，喝着喝着，我老板就突然摸我的脸，我跟他说你别这样，他说没关系，还让我别害怕，说这样挺正常的。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？对了，我们公司跟 C 爷还同一栋楼。真的？那你要不要考虑把他的名字给说出来？我们给他曝光嘛？啊？还是算了吧。真是气死我了！今天这个采访越做越生气啊！我要考虑准备一点速效救心丸。他姓高，在 JA 公司，他是有老婆孩子的。OK，JA 公司的高先生以及任何有过性骚扰行为的男士，如果你不希望在午夜梦回的时候被自己的恶心所惊醒，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死后的墓碑上刻着“这里躺着一个下流无耻的人”，那么请你立刻停止这种行为，并且现在对着镜子狠狠地抽自己2个耳光。人数超过100万了，还得涨。这个就是你说的办法吗？等热度下来了，下来了吗？什么时候下来？我死了它就下来了。现在千千万闹得越来越大，连师傅连都找我说要跟我谈谈。我的美国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个事儿，我这个脸又没了。也是没想到啊，他们竟然搞了个街头直播。你去找他，跟他谈谈，问他要什么，没有时间玩这个。你们去谈吧，有信心吗？放心吧，这2天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，现在该是我们牵着他们鼻子走了。啊 ！Oh my god！
车队啊！我的天哪，江大林，你猜我这场直播赚了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一共2万多，刚收礼物就收2万多，到我手里就是一半，一半就是1万多。啊，大林宝宝，我才直播2个小时就挣了1万多块钱，你看呀 ！Oh my god！ 网站给我发私信了，叫我抽空去公司跟我谈签约。我不会是要成为网红了吧？你已经是网红了，亲爱的，你要发大财了。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动听的话了。还钱，这句没听到。喂，好的，江总。CEA 挺不住了，民事公关的人要见我。真让他给猜到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他为什么请你上街做采访的原因，看到了吧？把对手给逼出来了。哎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重操旧业了。两军交战还不斩来使，给我个面子呗。你要是举白旗投降，我倒是欢迎。这个抒情怎么这么没风度啊？这不叫没风度，这叫个性。下午一定把款给人付了啊！书记，老对手来了，看见了吗？沈英杰可以啊，什么时候又找一这么漂亮的美女助理啊？你什么眼神啊？是个女的就觉得美？除了应有的赔偿 ，CEA 和方彼得必须公开发声明向郑琦道歉。对不起，江总，我觉得这个要求想法有点多吧？多吗？这是最基本的。我们坐在这里和你们协商，不代表 CEA 和方彼得真的做错了什么，所以冷静，明白吗？那你们来干什么？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可以到此为止了。急什么呀？来了就不能空手。我们带了一些小东西，要不要一起看看？请看大屏幕。当时我们要见一个客户，我只是帮他一个忙。别着急啊，还有别的。这个刘凯文啊，级别在 CEA 相当于 VP 副总裁。这个戴维的忙在 CEA 相当于是高级经理，是郑琦刚进公司的 Metal， 相当于你的带教导师吧。这些啊，全都是 CEA 的监控录像。显而易见，这些视频全都是剪辑过的，谁知道是不是断章取义呢？如果江总不相信这些视频，我可以把视频的完整版全部拿来给你们看，只不过时间稍微有点长。郑小姐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在为公司殚精竭虑的同时啊，私生活也是相当的丰富多彩。那除了方彼得，还有很多的好朋友。这并不说明什么，主动恋爱和被动骚扰是两个概念。但如果是郑小姐先主动勾引，那方彼得的性骚扰也就不存在了吧？请注意你的说话方式。如果你拿不出郑琦主动勾引方彼得的证据，就不要有这样的推断。我们都是女人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职场性骚扰，但是你看问题的角度真的令人齿寒。我的搭档啊，就事论事而已，
这点更加证明了他非常的专业。至于郑小姐，你仅凭一段音频就掀起了如此的轩然大波，那么这段视频如果让网友看见了，又该作何感想？网友们会觉得 CEA 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公司，连现在我都想去了。你很幽默，但不好笑。郑小姐，有句话我发自肺腑的想告诉你，我们这些人啊，都在社会上打拼，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们都该知道，做什么事之前，都有一条无形的线在那里。我们称这条线叫做边界。你未来的路还很长，面对这条边界，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把这只脚跨出去，什么时候得把这只脚缩回来。上课就不必了，你坐下。路易斯，你先带郑琪去休息。好。不得不说，你很会打心理战，表面上真诚沟通的态度，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威胁。而且你很快能找到事件的中心，不错，主次分明，简单快捷。但是你不觉得你用这种手段对待一个性骚扰的受害者，很过分吗？首先，他得真是一个受害者。我研究过你的危机公关案例，也知道你所谓的未折法则。面对你的剑走偏锋，我这些只不过是班门弄斧而已。所以你觉得你要赢了？当然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就不来了。那今天先这样吧。同意。我期待你们的反击。干嘛呀？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来不是举白旗投降的，我是敦促他们投降的。我还会来的。这个沈一杰真的太嚣张了，这个案子比我想象中的复杂多了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这个视频郑琪看了心里肯定不舒服，你先去安慰一下他吧。好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好像又给你添麻烦了。路易斯，跟我出去一趟。老大，我有预感你要干什么。你找我？你是郭月？是我，我是迪奥传播的路易斯。你好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4个月前，你从 CEA 离职。我们知道你做过方彼得的助手，在离职前曾向公司反映过出差时被方彼得性骚扰，是这样吗？对不起，我拒绝回答。等等，为什么郑琪的长微博一发，你就给他发私信呢？这件事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个你不用管。现在郑琪已经举报方彼得性骚扰，我们是他聘请的危机公关顾问，当然要了解他以前的情况，所以我们找到了你。你们同样是受害者，难道你不想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？司明镜交了个小年轻，他就是个欲壑难填的人。别看他平时高贵圣洁的，私欲望心可强啊！还好意思说他老公光阳脚脏，他也不用他自己干。在这儿，我跟你们爆个料：司明镜交往小年轻，而且是个大四没毕业的大学生。我可不是信口开河，我是有证据的。
喂，哪位？我是叶东烈啊，你把我号码删了吗？有事吗？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，你有空吗？我有个东西想给你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那这样，我一会儿发一封邮件给你，希望你看一下。知道了。没错，我告诉过郑琪我的事情，他建议我向人力资源总监申诉，可我一无视频，二无录音，没证据，没证人，怎么申诉？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辞职，公司赔了我3个月的薪水了事。所以郑琪的事情一曝光，你就给他发私信问他情况了。哪想到他比我聪明啊，居然想到录音。不过他一直都没有回复过我。事情一出，他的社交账号都被我们接管了。难怪。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？CEA 答应赔他多少钱啊？赔钱？不，现在重要的是让他们要承认这个事实，先向你们道歉。道歉有什么用？那都是虚的。道歉不还是老样子，没有一点改变。性骚扰案件是要背负法律责任的。你再仔细想想，还有没有类似的事情？不太记得了。你仔细想想。我想起来了，方彼得经常会找理由让女同事陪他一起加班，有时候参加应酬的饭局也会趁机揩油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向公安报案呢？我们有想过去报警，但是大家怕丢了工作。我有想过要去法院告他们的，大家也都很支持我。可惜啊，我一无证据，二成本太高，去不了。是这样啊。郑琪平时在公司里跟男同事关系都怎么样啊？正常吧。跟方彼得呢？也正常啊。他是我走后才调去给方彼得当助手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谢谢。亲爱的 Stella， 我不知道你看到这封邮件会有什么反应。有些话，其实我应该当面跟你说的。那样显得更有诚意，但可惜我这人嘴太笨了。这封邮件的标题，我本来打算起名叫做“关于我们的5年计划”，但那样好像太自以为是了。毕竟我还没有正式跟你表白过。我都仔细想过了，我现在的年薪连奖金，第1年有26万左右，下个月开始正式租房，每个月2000块。另外，我会再接一些编程的兼职，争取到第3年可以支付首付，买一套小房子。怎么了 ，Stella？ 文森特来了，他在会议室等您。我马上过来。不好意思 ，Vincent， 让你久等。接下来的话，可能会让你不高兴。但是没办法，这都是为了能够顺利地推进第2的 IPO， 希望你能理解。都是为了工作，请讲。我们对第2所有的合伙人都进行了认真的调查，经过仔细考量，我们认为，你 Stella 目前会成为第2 IPO 的最主要的不合协议。你的问题有可能成为我们第1资本和第2合作的最大障碍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很清楚，你的个人问题已经成为上海公关圈的热门话题了。真的，我很不理解 ，Stella
上海公关圈知名的女神，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Vincent， 不管你听到了什么，那些都是谣言和诽谤，那些都是崔英俊为了在离婚官司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恶意中伤我。你也听我把话说完。这是谣言还是事实，我一点都不关心。我关心的是，这些谣言可能对第二产生的影响。我要保证的是，第一资本对第二投资的万无一失。所以说白了，第一资本和第二能否合作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个人问题的解决速度。给你2个建议：要么尽快的解决你的个人问题，要么减持或者转让你在第二的股份，削弱你对第二的影响。出于职业道德，我得提醒你一下啊，我可是按时间收费的。你来我这做心理咨询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这都过去10几分钟了，我可不会给你打折啊。我想不通，什么事儿想不通？我的当事人向我隐瞒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到底什么事儿？诉求。他可能隐瞒了他真实的诉求。我一直以为他要的只是尊严、正义，但慢慢我开始怀疑，他只想要钱。从心理学的角度讲，一个人刻意隐瞒一件事情，往往是出于自我保护。他隐瞒真实的诉求，对你这案件影响大吗？对整个案子的结果影响不大，但对我影响很大。我要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要的只是钱，我就不会帮他。怎么说呢？我的那个老板，就是江达林，也是我的学生。他一直说我不分是非对错，我们俩就因为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吵了无数次。好，这回我终于决定，我要按照他口中的正义和真相做一件事情。结果呢？我的当事人却变成了只要利益的这一方，这跟我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完全是背道而驰的，所以我特别矛盾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我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，我很失落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想继续做下去，是因为你觉得你的当事人配不上你这么高尚的付出。是的。换个角度啊，性骚扰这件事儿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当然，我们有证据，而且我相信我们的证据是真的。我的当事人的确遭到了性骚扰，但是后来，他利用了这件事情。我们不说后来，就说现在。你的当事人受到了性骚扰，那他就是受害者。这就好像一个杀人凶手被车给撞了，那他就是这起事故中的受害方，他有权得到赔偿。你不能因为他是杀人凶手，就否定了他在这起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地位。同样的，不管你的当事人真正的诉求是什么，他受到了侵害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侵害他的人必须受到惩罚。你现在在做的，不是替一个利欲熏心的人讨回公道，首先是要惩罚那个犯了错误的人，这是2回事儿。你这个离婚案子啊，确实有点复杂，你别着急，你得给我点时间。我现在最没有的就是时间。